皇阿玛新得了韩氏，将整个六宫都不放在眼里了。别说皇上的不是了，皇上也没有错。来，额娘，永贞，你这个性子也得改改了。这件事情，咱说不上话。怎么说不上话？宫里的娘娘们大多出身世家，皇阿玛迷恋韩氏，冷落六宫，京城的王公贵族们有多少闲话？皇阿玛的圣誉，哪经得起旁人这样的闲言碎语啊？轮不上，轮不上你说话。儿子在皇子中最年长，不能不尽孝道，劝一劝皇阿玛。你住嘴！儿子也是心疼额娘啊！别再说了，姐姐都咳成这样了，你还不快出去？永正他不懂事儿，你别生气了。儿臣请皇阿玛安。来给你皇祖母请安啊！儿臣去钟粹宫见了额娘，再来慈宁宫请安。你额娘还好吗？不大好。她怎么了？额娘身患咳疾数月，一直未曾见好。皇阿玛难道不知道吗？啊，这近来啊，前朝的事繁忙。等会儿，朕让太医仔细去瞧瞧你额娘。谢皇阿玛。儿臣明日进宫，再来向皇阿玛请安。皇上，三阿哥求见。让他进来吧。这。儿臣请皇阿玛安。进来吧。永璋啊，你的侧福晋给你生了个女儿，有空就带进宫里来，给你额娘瞧瞧，让她高兴高兴。是。你在宫外居住着，应该比宫里面其他的阿哥知道民间疾苦。永琪出宫居住后，也常和朕说起外间风物，你可知道些什么？京城乃天子脚下，物阜民丰，一向安定得很。倒是近日来，宫外头有些流言事关宫中。什么流言？皇阿玛，自从韩氏入宫，京城内外流言纷纷，都说韩氏是妖姬，克夫不说，还魅惑皇上，动摇我大清江山。这等愚民荤话你也听了？皇阿玛，可是民间百姓言之凿凿，更何况王公贵族们同样流言蜚语。他们说，自从韩氏入宫，皇阿玛就为了他冷落后宫，无心朝政，盛世清明就要毁在他的手上。是谁教你这些荤话来藐视君父，余生后宫？皇上息怒了。儿臣不敢。皇阿玛，儿臣也是一片孝心啊！你还敢说？皇阿玛，三阿哥，你早年觊觎太子之位，如今表面安分，实则不轨。皇阿玛，滚！儿臣身为皇阿玛的儿子，皇上息怒，不忍见皇阿玛滚出去！流言污损声誉啊！皇阿玛，再也没有你这个不忠不孝的儿子！儿臣是一片孝心啊！皇阿玛，哎呀，三阿哥，你别说了。儿臣身为皇子，不提才是不忠不孝啊！哎呀，三阿哥，皇阿玛，哎呀，别说了，真的三阿哥。要如此绝情吗？皇阿玛！哎呦，哎呦，三阿哥，您这是何苦呢？我说的都是实话，并无不孝之念。皇阿玛为何这般待我？三阿哥，奴才劝您一句，如今皇上眼里只有承乾宫那位，您何苦去奔这个钉子呢？奴才先送您回去吧，等皇上气儿消了，也许就好了。皇阿玛如此绝情。哎呦，哎呦，三阿哥，你怎么吐血了？快传太医！
好了，不好了！出什么事儿了？养心殿传来的消息说，三阿哥被皇上申斥，受气羞恼，呕了一大口血，人就昏过去了。现在呢？太医已经紧赶着去看了，说三阿哥不易挪动，就住进了协芳殿的旧居。您快去看看吧。贝娇，哎，贝娇，永璋，臣妾给太后请安。不要这么吵吵嚷嚷的，碍着太医诊脉。是。回太后的话，三阿哥气怒交加，惊惧之情直冲心脉。如今五脏六腑的气血都已经乱了，人是万万不能再挪动了，只能留在协芳殿静养。哀家明白了，你赶紧去抓药，看顾好三阿哥。微臣明白，微臣这就去。多谢太后看顾，臣妾替永璋谢过太后。永璋是哀家皇孙，哀家不能坐视不理，更何况此事，除了哀家，也无人敢过问。纯贵妃，哀家听说你嗽疾缠身，伤及到肺腑，你不必在这里熬着了啊！哀家已经都吩咐了，让永璋的福晋们进宫来陪侍。太后，永璋是臣妾的儿子，臣妾恳请太后允许臣妾在这里守着永璋。娘，娘，花不要我，永璋，花不要我了。不要怕，额娘在，别怕，皇上不会的，皇上不会不要你。永璋，元烨，额娘对不住你。元烨啊，纯贵妃，你就在这里守着他吧。谢太后。永璋，永璋。下去吧。皇上，喝口茶吧。皇上，您一晚上没说话了，定是担心三阿哥。奴才方才去打听了，纯贵妃和太医都守着三阿哥呢。这个逆子，理他做甚？皇上，三阿哥虽然糊涂，但自从在孝贤皇后灵前失礼，被申斥之后，也无大错。这回真不知是怎么了，这般忤逆皇上。朕也在想，是谁会在背后教唆？那总不能吧？三阿哥也这么大人了，还能听谁的呢？纯贵妃。永璋性子憨直，心无城府。他对着皇上说相见的事儿，皇上怎么听得进去呢？皇上正在兴头上，怎么能容得下自己的儿子说自己的宠妃呢？纯贵妃急得几夜都没合眼，只守着三阿哥。太医说三阿哥惊惧交加，直冲心脉，怕是……海兰，你不要胡说，永璋才多大？倒是纯贵妃，太医说她的咳疾已经伤了肺腑，哪能经得起这般煎熬？得去劝劝她才是。是。求皇上饶了永璋吧！皇上，皇上，饶了永璋吧！还敢到这儿来？臣妾知道，都是臣妾的不是，臣妾愿受责罚。这可是你说的。
这些年你做了些什么事情，你自己心里清楚。皇上，臣妾自知不能见容于皇上，让皇上厌弃。但是永璋是无心得罪皇上的。永璋是无心的，可有心的是你。皇后娘娘，皇后娘娘，为何这般急匆匆的？皇后娘娘，纯主惹得皇上大怒，不顾病体跪在雨中都吐血了。皇上让他回宫养着，他也不听。皇上为何这般动怒？纯主放心不下三阿哥，挣扎着过去向皇上求情，奴才觉得不对劲儿啊，还请皇后娘娘赶紧过去瞧瞧。知道了，你先回吧。这，你回钟粹宫照顾着。臣妾知道了。姐姐，这件事情牵扯韩氏在内，一会儿见着皇上，说话要当心。我知道的，我陪你一块儿去吧。绿云，绿云，绿云，有什么话回宫再说。起来，起来，主，臣妾请皇后娘娘开恩，就让臣妾跪在这儿，直到皇上息怒。皇上，是臣妾不对，所有的责罚都让臣妾一个人受着吧。皇上，是臣妾教子无方。您对纯贵妃的疑心没有断过。皇上，皇上，皇上，皇后，此事与你无关，你先回去吧。纯贵妃病中冲撞了您，您就饶恕她吧。朕从未要她在养心殿前现眼，是她执意要如此，这有什么办法？皇上，永璋当时关心臣妾心切，才乱了方寸，冒犯了皇上，是臣妾的错。这当然是你的错，你教子无方，你不能学着当年孝贤皇后教导皇子，你也学人家于妃，人家于妃安安分分当一个好额娘，不像你，心术不正，惹是生非。皇上，臣妾并无此心啊！皇上，你无此心，这是什么？当年素练之死，你和舒家皇贵妃两个人做了多少事情？皇上，珠花的事儿，兴许是舒家皇贵妃嫁祸给纯贵妃的。这珠花是可以再增，但争夺后位是他自己吧？不知道贝芷珍做了多少恶事。主贵妃姐姐，请皇上允准于妃带纯贵妃回去医治，臣妾有事回禀。罢了，带他们回去。主，快带绿云回去。纯贵妃重疾在身，今日所为也不过是爱子心切，皇上何必如此严厉？奸夫久在宫闱，竟如此不识大体，引起纷扰。若非他挑唆，永璋怎敢轻言宫闱之事，对相见不敬？永璋确实在言语上冒犯了你，可他也是一片孝心。皇上为了这个韩氏，竟然伤了父子之情，也伤了纯贵妃的心。什么茶？朕喝不惯。这是您一贯喝的雨前龙井啊。李玉啊，取朕的沙枣花茶来。这。
皇上还在看《洛神谱图》。洛神翩若惊鸿，宛若游龙。操之倾心，痴心可见。再是痴心，也并非两情相悦。可望而不可得，又有什么意思呢？这个中的滋味，也只有自己知道了。如意啊，你也尝尝这沙枣花茶，味道甘甜润喉，朕很是喜欢。如何？沙枣花出自韩部，是韩氏的最爱，皇上是爱屋及乌。皇上，臣妾真的想不明白，对于韩氏，您到底怎么了？如意啊，朕宠爱韩氏，你一定觉得朕冲昏了头吧？可是朕没有办法，你告诉朕，朕到底怎么了？臣妾问皇上，皇上倒问臣妾。朕可以征服一个凶蛮的部族，可却征服不了一个女人的心呢。皇后娘娘，颖妃在殿外求见。皇上，臣妾出去见见颖妃。嗯。给皇后娘娘请安。何事？皇后娘娘，嫔妃们都去了翊坤宫门前跪着，一是为纯贵妃母子抱屈，二是希望皇上可以送走韩氏。皇后娘娘，臣妾不愿以此要挟皇上，但看到纯贵妃如此，也觉得唇亡齿寒。或许皇后娘娘可以从中想到法子，既可以安慰纯贵妃，也可以平息此事，不要越闹越大。你回去吧，本宫会想法子处置。想什么法子啊？身为朕的嫔妃还敢放肆！他们喜欢跪就由着他们跪，看他们能跪多久。皇上，既然您出来了，臣妾就大胆直言，嫔妃们都跪在皇后娘娘宫门口，确实行为失当，但那都只是因为要替纯贵妃母子抱不平，更是因皇上对韩氏的痴恋魔障而起。颖妃，你也这般的大胆？臣妾不得不说出心里话，反正隐瞒皇上是错，直言犯上也是错，那就请皇上任意责罚便是。皇上，您如此为情乱治，会伤了蒙古49部的心，会让咱们怀疑一直仰赖的天子是不是一位英明的君主。放肆！臣妾不是放肆，是伤心。臣妾替纯贵妃和三阿哥伤心，替自己和满宫的嫔妃们伤心，替皇后娘娘伤心，也替皇上您伤心。你少在这里说糊涂话，回自己宫里待着去。主儿，嫔妃们又都去翊坤宫门口跪着了，说是要请皇上让您出宫呢。这还不好吗？
我本就不愿意待在这儿。他们若可以把我归出宫去，我才高兴。皇上，可宫嫔妃在臣妾宫门口跪着，臣妾得去看一看。理他们做什么？一群粗鲁妇人，难道真要由他们为所欲为？朕喜欢一个人要他们允准吗？要跪让他们跪，就算他们跪着，朕也不会送韩氏出宫。皇上既然要留下韩氏，不妨多为他着想，免得六宫深怨。即使韩氏有您的宠爱，他日后如何在宫中和嫔妃们相处度日呢？刚才颖妃说的话是有些急躁，但确实理真情切。皇上确实不应该因一时盛怒，惹得蒙古各部和公卿世家伤心。今日朕是急躁了些，那就敬纯贵妃为皇贵妃吧。永璋语出狂妄，朕暂且不和他计较，让他好好养着。朕会让太医去瞧他。至于庆贵人，这回若是他懂事又懂得分寸，朕就复他清嫔之位。臣妾先替皇贵妃和永璋谢过皇上。至于韩氏那儿，皇上的心思，臣妾总也不敢违逆。但请皇上为韩氏着想，不要再有过分急躁之举，免得六宫不宁。皇后娘娘晚安。都起来吧。皇后娘娘，臣妾等跪在此处，但求皇上明白心意，送韩氏出宫，以安慰纯贵妃母子。你们的心思，皇上和本宫都明白了。皇上下旨，封纯贵妃为皇贵妃。皇后娘娘，皇贵妃母子此番受了这等委屈，纵使皇贵妃进了位分，韩氏这个祸根不除，皇贵妃又如何能真得以慰藉？后宫又如何能真得以安宁？咱们姐妹也没办法安心。你们跪在这儿，到底是为了皇贵妃母子，还是为了借此事安自己的心啊？皇后娘娘，是以为臣妾们心意不成吗？你们若诚心，早已跪到养心殿门前了。你们也担不起天子之怒，担不起祸延母族吧？皇后娘娘，臣妾实在看不下去皇贵妃受这般的委屈，也看不懂韩氏进宫后皇上的种种行径，所以跪在此处，求皇后娘娘主持。你说的本宫明白，本宫也已劝过皇上，为了六宫祥和，不要再过分宠爱韩氏。但是，若想让皇上送韩氏出宫，那是不能的。你们再这样闹腾下去，若真逼得皇上送了韩氏出宫，只怕日后皇上也会怨你。庆贵人，皇上口谕，若你懂进退，即刻复你庆嫔之位。皇上圣明，臣妾谢恩，立刻回宫闭门思过。你们都起来吧，本宫去看看皇贵妃。李渊，皇上已经不计较永璋的事儿了，也答应晋封你为皇贵妃。
册封的日子就在4月18号。皇贵妃的冠服，内务府也在给你准备了。皇贵妃，皇上大概也知道臣妾要死了吧？会嫌皇贵妃红前，皇上也封了她皇贵妃。海兰，婉音，我有话想同皇后娘娘讲，你们出去一下。是。皇后娘娘，臣妾知道自己活不了多久了，是臣妾罪孽太深，连累了自己的孩子。当年臣妾不该心生妄念，想要永璋去承太子之位，害得永璋被皇上厌弃。臣妾怕得很，悔得很，一直吃斋念佛，祈求菩萨的原谅，能饶恕。宝仪，宝仪，宝仪还是来了。好了，先养好身子，先养好身子，先养好身子，想想你的儿女，宽心以待日后。也好，若以臣妾一死，赎了所有的罪孽，换回皇上对永璋的原谅，臣妾心甘情愿。说出来就好了，说出来就好了。好好养身子，别的以后再说啊。永璋，以相见的性子留在宫中，也只会格格不入。如今嫔妃们一闹，相见往后在宫里只怕会有局域。朕留意这个地方很久了，你要加紧整修。奴才已经在办了，皇上放心。朕就是要把最好的东西给他。奴才告退。皇上，和靖公主求见。让他进来。这。儿臣给皇阿玛请安。你来了。宫中出了这样大的事，儿臣在公主府里也坐不住啊。你也在怪朕吗？不是，儿臣不担心其他人，只担心您。担心什么？皇阿玛，嫔妃们胆敢这样逼迫您送韩氏出宫，实在是太狂妄了。婢妾之德在于温驯，他们都忘了吗？还是你关心皇阿玛？说来，如今的皇后要是有额娘当年统御后宫的能力，也不至于让嫔妃们如此张狂。到底令嫔是皇阿玛多年调教出来的人，这种时候就懂得本分，不去掺和这样的闹剧。行了，你先下去吧，
真想静一静。儿臣告退。皇上，您好些个日子没翻牌子了。朕到令嫔那儿去。皇上，令嫔娘娘才刚遇袭，还不适宜侍寝。朕就是去看看令嫔，怎么了？哎，这。楚，药已经好了，你起来喝一点吧。本宫不喝。你扶本宫到窗口，本宫想看看协芳殿的方向，看看能不能看见永璋。哎，慢点煮。楚，你这样是看不见协芳殿的。看不见也得看啊。儿子是为娘的命，如今便是让我去协芳殿，我也没力气了。永璋，阿娘不能再护着你了。主，你怎么了？主，你别吓我呀！主，来人呐！来人呐！主，芊芊，你为什么就逃不过这一劫？你走了以后，这个宫里连个能跟我说话的人都没了。快，先去通报皇后娘娘。是。皇后娘娘，我们出轰了。皇贵妃娘娘，您的冠服给您送来了。一会儿给绿云换上吧。是。
皇上，闷酒伤身，不然您少喝点。纯贵妃薨逝不到3个月，永璋也跟着薨了。哪怕是朕追封永璋为循郡王，也是于事无补啊。宫中连出丧事，奴才知道皇上伤心。皇上不是连今年的木兰秋显都停了吗？朕就想不明白了。朕也让李煜去查韩琦的底细，不过就是区一个普通的韩部男子，相见为何就对他念念不忘呢？依奴才看呀，这个韩琦，无非是与韩主同族，仗着认识的早。您恕奴才直言，韩主也没见过什么奇伟男子，才让韩琦占了先机罢了。哼！皇上，您让内务府给韩主新制的宫装已经得了，您要过目吗？这宫装真好看，皇上，奴才想啊，韩主穿上一定风姿独到。皇上，您这是？李煜啊，带上这宫装到承乾宫去。这。主儿，皇上来了。你们都下去吧。相见，你在看朕送你的西洋钟啊？好啊，你知道你喜欢什么东西，朕都会送你的。今夜呢，朕也要送你一件礼物，李煜。奴才在。这是朕叫内务府特别为你定制的，朕想着呢，你穿着一定好看，一定风姿绰约，穿上吧啊！我在扶丧，不穿你们的衣服。韩主，这也是皇上的一片心意啊。相见，你要任性也该有个限度。自从你到宫里来，你闹了多少的事情，朕都护着你了，还想怎么样？朕知道你惦着韩琦，朕已将他的尸身寻回来了，送回韩部厚葬了，你还想怎么样？朕知道你为他扶丧，朕许你穿着素白衣裳了。我是韩琦的未亡人，生生死死都是他的人。总之，你的日子与我无关。我不想看见，也不想听见你说话。你睁开眼睛看看，你已经在朕的后宫了。不是我要到这儿来的。相见，你知道朕的心吗？朕会待你好的，啊，咱们会相伴到老。你不要再说了，我是不会忘记韩琦的。相见，你冷静点。哎呦，哎呦，相见，你没事吧？皇上，奴才确实是把承乾宫内所有有可能伤人的利器全部收拾干净了。这个，奴才也不知从何而来啊。皇上，恕臣直言，这件事确实不能完全怪李公公。微臣已经查过了，刚才韩主用的利器，就是这钟里的指针。罢了，起来吧。谢皇上。微臣叩见皇上。如何？回禀皇上，微臣已经给韩主把伤口处理干净了。好在伤口浅，要想愈合不难，可要想不留疤，竟是微臣实在是无能。只是眼下韩主情绪激动，他既不肯好好服药，也不肯喝药。微臣只能把药膏留给侍婢，让他们在韩主情绪稳定的时候再给韩主上药。皇上还请放心。皇上，天色不早了，您早点回去休息吧，也好让韩主尽快安置。咱们改天再回来看韩主。今夜的事情，
不要告诉任何人。若有人问起，就说相见不慎，划伤了脸。是。走吧。主儿，您脸上的伤，奴婢给您涂点药。主儿，膳食来了。出去。是。韩琦，我很快就可以见到你了。糊涂，出了这么大的事儿，到现在才来告诉本宫。皇上开始想瞒着，可韩主现在不吃不喝也不肯医伤，皇上只能让奴才来找您。太后知道了吗？还不知道。皇后娘娘，您先去养心殿吧。你好好练字。嗯。皇上，皇后娘娘来了。皇上，如意，坐。李玉都告诉你了。如意啊，朕实在是没办法了。那日朕喝醉了酒，吓着了相见。朕只想让他换宫服，可没想到他却这般的倔强。唉，他不用膳，不上药，居然还跟朕闹绝食。朕实在是没办法了，才请你来帮帮朕的。如意啊，你是不是对朕很失望啊？在臣妾眼里，皇上一直是意气风发之人，从未如此这般。朕也思量过，朕是帝王，万人之上，不该轻易动心。一动心，便会生乱。所以朕一直很克制。可这一回，朕理智不了了。朕一见到相见，才知道什么叫一见倾心。皇上，您说什么呢？如意啊，朕的意思是，朕与你是情字年少，心意相通。可朕和相见呢，是情系中年，情难自抑。朕从未有过自己得不到的人，相见是唯一一个。朕不想留下遗憾，所以才请你来帮帮朕。皇上一己执念，害得韩氏一心求死。皇上还要如此执着吗？如意啊，朕这一辈子都从未有纵情任性过，你就让朕任性一回吧，就一回，好吗？朕准备了一份礼物，等到假以时日完成了，相信相见会回心转意的。你只要帮朕劝他，劝他活下来，愿意留在朕身边，好吗？
韩氏的心思，臣妾又如何左右得了？如意啊，你是朕的妻室，更是朕的皇后，要承担中宫的职责，你得替朕想办法呀。皇上所托，臣妾身为中宫，不敢不允。只是臣妾所能做的，仅仅是皇后需要做的而已。臣妾告退。额娘，我写的字怎么样啊？额娘，额娘，你看我写的字好吗？写的比上回好多了。皇阿玛许久不得空了，近日都是五哥教我写字。五哥的字写得极好，有他教你，自然更好啊。儿子会用功的，我会成为像五哥那样的人的。会的。姐姐，姐姐有事找我。永基，去找你永琪哥哥玩会儿。正巧，永琪做了2把小弓箭，你去找他玩去吧。啊，好。去南阁吧。真没想到，皇上会如此神魂颠倒，不知所以，竟然用皇后之责去逼迫姐姐，却还是活下来。皇上对韩氏深情热烈，让我陪着皇上这么多年也未曾见过。我一直以为皇上甚能克制感情，以国事为重，却没想到会如此。看着皇上对他的样子，我就在想，那我和皇上的曾经算什么？那姐姐，你真的要去劝韩氏吗？我不想去，我也不愿去。可是作为一个大清的皇后，我只能去。让皇上身心愉悦，不是一个皇后该做的吗？本宫听闻人之将死的时候，会见到他最想见的人。你在等这一刻。本宫对韩启也很好奇，他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，会让你如此念念不忘？你和那个皇帝是不会懂的。那是少年时的相知相许，相伴相惜。你若说的这些，本宫便懂了。本宫也有曾经年少的相知相许。真的吗？真的。
只是本宫如今担心，你若是死了，这个世上就再没有人记得韩琦的好了。神佛在上，朕诚心斋戒，以求大清国运昌隆。二则，人生在世多年，朕见了，想要纵情恣意，放任一回自己情感的相见，但求上天怜悯，赐他在朕身边，再不分离。我喜欢韩琦的时候，16岁，他18岁。他的眼睛特别的明亮，比天上的星星还要亮。他带着我骑马、放牧，带我去看最美丽的沙枣花。他吹着口弦，伴我起舞。那是我们最快乐的时光。你可知道，我们是真心相许的。我们一起盟誓，彼此钟情，就想在草原上快快乐乐的生活。我们韩部的人，只要发过了誓，就绝对不会反悔的。真好。可惜，好时光再也回不去了。若不是因为我，他就不会遇到雪崩，他也不会。谁都不知道韩琦会发生这样的事儿。韩琦是你的未婚夫，你为他伤心难过、追思悼念，都是应当的情分。只是，你一直陷在自责里，若韩琦有知，也会于心不忍的。如若你再为了他绝食离世，他会安息吗？本宫觉得，以韩琦对你的情谊，他定希望你珍惜性命，好好活下去。更何况你还有你的阿爹、你的族人，你应该知道，你是他们好好活下去的指望。从韩琦死了的时候，我就心灰意冷，便没有了指望。我怎么还能成为别人的指望呢？逝者已不可追。你若还珍重你的阿爹、你的族人，就该好好活下去，哪怕远远的守护他们，看他们过得比从前更好。除非他们对你来说并无所谓。他们对我来说怎会无所谓？只是我怕我做不到。只要你断了求死之心，肯活下去，就能做到。来，喝一口参汤，这样才有精神。为了你阿爹、你的族人，还有韩琦，喝一口。再喝一口。
娘娘，出了承乾宫，您就魂不守舍。您在想什么？听相见说对韩琦的感情，本宫知道，终于有一个人在这个宫里有过和本宫一样的心意。您说什么？他俩的年少情深，像极了当初皇上和本宫。娘娘是看见韩主太感触了。相见对失去韩琦的心痛欲绝，让本宫恍惚。也许本宫也失去了曾经恋恋不舍的少年了。微臣给皇上请安。小姐如何了？微臣去看过了，韩主已经恢复了意识，虽然极少和人言语，但气色好了很多。皇后做得极好，朕心甚慰。那相见脸上的伤快好了，已无大碍。好。舍利子，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。娘娘，色。皇后娘娘，李公公来了。请皇后娘娘万安，请颖妃娘娘安。什么事儿？今日午后，皇上请和宫女眷往宝月楼赏金钟景致。太后去吗？太后一心向佛，对登高之事一心阑珊。知道了。奴才告退。皇上最近喜怒无常，咱们还是不要扫了他的兴致吧。哟，这楼什么时候盖的？怎么平白无故就建了这么一栋楼啊？这宝月楼美轮美奂的。皇上让我们来赏美景，也不知一会儿会带我们去何处赏。也不知道这里面怎么。皇后娘娘到。从外看，真的不错。请皇后娘娘安。起来吧。皇后娘娘，诸位主儿，请吧。皇上在楼上。皇上还未到呢。咱们先上去吧。这宝月楼看起来都是韩部的纹饰，莫非这是皇上赐给韩氏的？他不是有承乾宫了吗？还要这宝月楼做什么？皇上果真如此厚待他吗？奴婢给皇后娘娘请安，给各位主儿请安。
玉壶姑姑，皇上命臣妾们到宝月楼赏秋，那皇上怎么没来啊？皇上尚有要事。这宝月楼是皇上给韩主儿所建，今日才请各位主儿来赏景。除了宝月楼，皇上还在宫外与宝月楼遥遥相对处建了祈福寺。皇上也太偏疼韩氏了。各位主儿，请随奴婢来。各位主儿们，请看，那就是祈福寺。韩主，这祈福寺是皇上按照您家乡规矩所建，您还喜欢吗？韩部地处偏僻，皇上已令您部中老幼妇孺移驻京城街巷，与祈福寺相对。今日皇上还安排他们进了宫，您愿意见一见吗？什么？太好了，玉壶姑姑，快让妹妹族人过来吧，妹妹呀，一定很想念他们。是。禁中快请韩部族人。各位快请。哎呀，走走走！相见了！主，我们很想你啊！主，太想你了！见到你了！见到你了！终于见到你了！我们想你啊！主，很想你啊！为什么？你们为什么要来这儿？这么多老老少少，成何体统？皇上怎得如此厚待韩部，让这么多人进宫？相见公主，皇上待我们很好，给我们建了祈福寺，给我们建了漂亮的房子，安顿年老的婆婆，还给我们看病呢。是啊，皇上对我们很好。